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猪分享。作为一个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有条件的话，肯定还是会在入手前对比一下线上线下的价格。线下有时候打折之后的价格是会比线上还便宜的，而且跟线上不同的是，还能够上脚试穿一下。而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前一段时间我在奥莱的耐克入手的3双实战鞋。这3双里面呢，也有之前评论区里面比较多人想看的，同时也是我逛完一圈之后最感兴趣的3双。而且进了奥莱的球鞋，不管是线上线下，基本都到了一个探底的价格，是最适合入手的时机了，也比较值得来做一个分享。想到很多的小伙伴们可能平时也会去逛，然后上脚试一试之后呢，可能就会想入手，但是又不是很确定值不值得入手，或者适不适合自己，所以我才想做这一期节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更好的做出选择，不想整太多形而上的东西了。既然都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做一个视频，就希望能多做一些真正有用的视频。那首先还是老规矩，我们先看一下3双鞋的基本信息数据对比。首先聊一下这双字母6，我当时入手的价格呢是7996折后479，但我上次去的时候又调整成了649，然后55折了，也就是356的价格。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又降了100多。那356的价格对比某线上平台的价格呢，也是会低一些的。然后这双鞋呢，去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过会入手的，而是我无意间注意到这个中国型配色的一些细节，从而让我觉得眼前一亮，觉得挺特别的，具有中国风特色的同时呢，又很有趣味性。配色的故事来源是字母哥去年中国行的一个行程，到广州站体验了粤式早茶。他当时分享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叉烧包。所以这双鞋身上才会出现叉烧包的刺绣图案，而且是邪恶笑脸叉烧包。而且我知道这个邪恶的叉烧包在哪里附体过字母哥。然后鞋舌也是刺绣的方式呈现了字母哥的 logo 和他最爱的叉烧包的篮球。这个鞋舌图案让我回忆起了我小时候穿过的3球钉鞋上面的 logo。然后他在活动现场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因为中文发音不标准，所以把自己的外号字母哥说成了字母姑。哦嗨，字母姑，字母姑，这个梗居然也被官方玩了起来，做成了一个俏皮的蘑菇图案在鞋垫上，趣味性真的拉满了。但最吸引我，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侧面的 swoosh 做成了竹编的纹路，灵感也是源自于广式典型的竹编蒸笼，加上这个中国红的配色，整个实在是太喜庆、太中国风了。刚好当时也是正值春节期间，我就决定入手这个配色了。然后实战方面呢，我觉得跟字母哥5代挺像的，算是鞋身强度轻微加强，缓震略微削弱的字母5。首先跟字母哥5代一样的是，整个工程网布的鞋面材质还是强度偏低的，不过鞋面增加了连接至鞋头的梯形固定条，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呢，对鞋面进行了补强，可以控制鞋面不至于过度的形变。说明设计师也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这块材料呢依旧没有覆盖到外侧，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热塑或者皮革之类的做加固，就跟5代是如出一辙的。2代都坚持延续这样的风格，我觉得应该是有意为之了。不过我后来也想了一下，毕竟字母重心比较高，也不是变向挡，多数是从后场到前场的一条龙冲击内线，最多就加一些欧洲步。更何况他有魔鬼肌肉人的力量，所以也能够理解。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冲击型的球员，跑动感受做的也并不出色，后跟做的比较厚和突出，偶尔做一些脚步呢，会有点硌地面的感觉。加上整个外底纵横向都很扁平，边缘也是棱角分明，
前后落差也是比较明显的前低后高，前后过渡及动态表现都是比较一般的。但平整且偏宽的外底，还有前后掌梯形外扩的设计，上脚能感受到是一个4平8稳的感受。内侧是外扩而不是弧形内收，也印证了它和变相挡球鞋呢有不同的针对性。加上整个中底泡棉侧墙上翻提供的强度，防侧翻也还算是一个够用的水平。但可惜6代和5代一样，还是没有抗扭片的。但实际一开始呢，我是不知道的。我穿起来其实觉得刚性还不错，可能是腰部足够粗壮和侧面高侧墙给到刚性的一些补强。加上梯形的外扩和平稳的外底，才让整体刚性在穿着过程中并没有那么拉。加上弯折点也是比较正常的，让我一度认为它是有抗扭片的。直到我后面看了拆解视频，才确认了是没有抗扭片的。中底的全掌发一段泡棉加前掌的扇形纵，无论是前后掌的脚感都是平平无奇的。前掌的气垫感受不明显，导致我一开始以为前掌是没有气垫的。要不是看了拆解图，我是真的很怀疑。但是反应过来，启动挺爽的，前掌的重心不算高，而且材料很容易踩实，启动感受反而异常的迅速。同时它的重量非常轻，单支43码只有357克，所以实际上它的实战感受会比5代更好，因为它有抓地、有场地感、有启动，也不至于不稳定。完成了这几项，即使它的穿着舒适度上限不高，但实战下限还是能够有保证的。鞋楦呢跟5代也是差不多的，宽容度会有所提升，瘦脚、正常脚、微宽脚可穿，按照常规尺码购买即可。不过鞋头依旧是比较尖的设计，好在这次横向面积呢相对5代会更足一些，所以跟5代一样，即使因为内侧的内收，脚还是会被往外侧挤，但外侧宽度容纳空间的增加，也就让脚相对5代而言没有那么轻易的就超出外底的范围。对于偏希腊脚型的朋友来说呢，就不会感到有压迫感，其他的脚型呢就要慎选了。另外它的足弓支撑呢也是3双里面存在感最低的，所以扁平足也要慎选。总的来说就是穿针没有大的亮点，但实战够用的一双鞋。然后是这双 Next Gen， 入手的价格是7496折后的449，比某线上平台的价格也是要低的。前掌纵 Table， 后掌马蹄纵，中间还有抗扭片。账面上看，耐克对待支线鞋真的很久没有这样有诚意过了。但其实这个配置放在以前的詹姆斯支线系列也是司空见惯的配置了。我事先是不知道这几双鞋的配置的，包括刚刚的字母6，我不会提前去搜它有没有抗扭片，有没有纵，然后可能会给到自己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而是完全通过穿着去感受，去倒推有哪些配置，然后是真的起了作用的。比如这次的前掌就很明显，我能感受到有个气垫，而且是气压比较足的，踩起来反馈比较有力，比较灵活的。看到拆解图发现原来是纵 Table， 更薄且分系式的纵 Table， 踩起来确实没有其他纵那么泄力，切槽也能增加前掌的灵活性，是更适合后卫的纵气垫。后掌马蹄形纵也能给后跟提供很好的缓震效果和缓震极限，而中后段无包边的设计，跟地面接触时脚感也是比较自然的。后跟也加了一条环抱的蓝色 TPU 对后跟进行了补强，加上泡棉并不会过软，后跟的稳定性是没有翻车的。虽然内置有抗扭片，但中段是一个极致的小蛮腰设计，让中段刚性感觉甚至没有刚刚的字母6好。加上这个蕾丝鞋面的材质非常软，强度不足的情况下，骑停时鞋面外侧会产生较大的形变，还是会让变向时感觉没有那么干脆利落。但是好在前掌的中底内外侧呢都有外底的上包加固，起码把底盘还是稳住了，才没有要侧翻的感觉。但不得不说，这个柔软的鞋面包裹真的非常的舒适和贴合，加上中底优异的脚感和轻质的重量，鞋脚一体性真的很不错。初上脚我真的觉得挺惊艳的，可惜鞋面强度低了一点，大概率皮质版本的鞋面呢强度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毕竟没有穿过呢，也不敢100%的肯定。而且即使强度能提升，也不知道包裹贴合度是不是一致。但如果整体都是一个提升的话，那就真的是无脑冲皮质版本了。前后落差非常小，前后过渡跑动中的表现也是比较自然流畅的。自然弯这点靠后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刚好卡在气垫和长方形抗扭片的接缝处，实际穿着其实不会感到有弯折不顺畅和掉跟的现象出现，也不会觉得足弓有拉扯感。足弓处也明显有一个缓缓隆起的支撑感，足弓处的支撑也是到位的。前掌很灵活，前掌内侧有明显的弧形上翻，鞋头的起翘点和翘度也是比较激进的，但它没有前叉的碳板或者 TPU， 上脚不会有很明显的脚趾悬空的那种不踏实的感觉。我微宽的脚型能穿，大宽脚估计得大半码，而且这次的鞋头可以看到是比较圆的，所以是不用担心会让你的大拇指受到压迫的现象出现。最后 AJ38 Low 这个配色其实我是在线上买的，因为在奥莱的货架上虽然有38和38 Low， 但都没有我喜欢的配色。不过不用担心，虽然配色不一样，但实战性能都是没有区别的。外底非常夸张的 X 型切槽设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球鞋内容制作者，我知道我必须体验这个设计，入手它呢只是时间问题。除了这个 X Plate 支撑系统，
中底材料还用上了中 A 的 Strabo 加 Cushioner 3.0 泡棉，同样是中底配置豪华，但它和39不一样，39会更偏灵活，而38 Low 呢会更偏稳定。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首先 Cushioner 3.0，也就是红色的这部分很软，用手按压都能感觉到比上层白色的材料软非常多。对比39的全掌重加重 X 的软中带弹，39的两种材料的叠加呢，整个脚感是非常踩屎的，明显是更偏缓震流。加上并不低的前掌重心，启动的时候会感到有些泄力和拖沓。前后落差比较小，前后过渡还算是不错，起码会比字母6稍微强一点点。前掌的切槽和 TPU 本身的强度做了一个抵消，虽然弯折并不会感觉到不流畅，不至于板脚，但穿久了后跟的锁定不足，后跟还是会出现轻微的滑动。外侧的中段和前掌的大面积印制 TPU 上翻，给整张鞋外侧的侧向支撑提供有很强力的帮助，整个侧向的支撑是非常出色的。内侧中段的上翻也能给到足弓强有力的支撑，整双鞋的刚性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强。但我个人觉得前掌内侧这一块上翻呢是稍微有点多余的，但在贴着外底橡胶的位置放置这样一块印制的 X 型 TPU， 加上整个前掌的内外侧还做了印制的 TPU L 型上翻，这样即使你的脚底部分接触到的是软的，但触地时呢，外底还是会有一种和地面硬碰硬的感觉，过渡变得不太自然。反而后跟就做得不错，还做了 V 型的切槽，就把屁股分成了两半，落地时呢会更加自然流畅一点。而且这样稳定性虽然得到了保证，但是前掌就被束缚在这框架之内，灵活性会有所下降，导致鞋脚一体性不足。内侧光滑的 TPU 呢，我也会担心它对于极致的变向档而言，在抓地方面会有打滑的隐患。另外，中段两侧镂空的部分呢，鞋面强度会比较弱，侧向支撑测试时会和前后段的强度稍微有点断层，两侧包裹感呢也会比较弱，但是还不至于影响到实战。鞋面的包裹设计比较简单复古，加上硬框架底盘，整个动态包裹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鞋楦方面呢，我也试了高帮，低帮比高帮呢略微会收窄了一些，所以微宽脚、正常脚、瘦脚都可以尝试，大宽脚估计会觉得挤。另外脚背的部分压的也是比较低的，所以高脚背也不是很适合。圆形的鞋头加上内侧呢也没有明显的往上内收，不用担心有母外翻的情况出现，尺码同样按照正常的尺码购买就可以了。最后就耐磨而言，三双都用到了 STR 橡胶，橡胶材质的硬度都是很接近的，耐磨度也能得到保证。但是38 Low 的开叉设计也让边缘外底可能会出现断裂的耐用性问题。不过低帮已经尽量做出了改进，把分叉的外底边缘凸出来的部分给削掉了，并且做成了更圆润贴合的设计，相较高帮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抓地表现也是差不多的，字母5和 Next Gen 的纹路呢粗细相似。那这两双鞋呢，我在2个室内木地板场地都使用过。那第一个室内木地板呢，是吸灰后依然都能牢牢的抓住。那第二个木地板呢，吸灰后就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滑动，但整体呢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38 Low 呢，开叉的位置是少了2块抓地面积的。同时，两边的 V 型切槽的部分呢是完全没有纹路的橡胶，所以当你纯前掌触地，需要这一块去发挥抓地作用的时候，它是会出现明显打滑的。这个反而是我觉得这双鞋最致命的一个不足。这样字母6虽然已经来到3开这样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但是因为没有抗扭片，之后中底材料和外底橡胶衰减后，整体的刚性可能会出现骤降，所以单论实战性能呢，我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购买的，除非它还有除了实战性能之外能够吸引你的地方。AJ38 Low 的缓震出色，同时稳定性和侧向支撑足，单论这双鞋出色的部分，我会觉得很适合东契奇和哈登这类重型且喜欢后撤步和欧洲步的球员。但我还是觉得，相较外线球员而言，会更适合对缓震高需求的内线。但抓地力的不足和外底耐用性的隐患，会让我对它的推荐指数降低。而我最推荐的是这双 Next Gen， 外线好鞋，价格适中，只要你不是极致的变向党，或者经常要打超高强度局，对侧向支撑稳定性没有很高的要求，那都可以入手，基本算是一双万金油的外线鞋。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关注，之后还会给大家更新更多的球鞋内容，点赞的越多，更新的越快。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